大家好，红尘杂事，心被物烦，如牛如马，总不得闲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，那么修心则是必修课。为人不可欺心，处事应有良心。孟子曾提及4颗心，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是离不开这4颗心的。一、恻隐心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们都听过这句话，是孟子说的，出自《告子章句上》。当我们见到不幸之事、悲惨之人的时候，内心总是会有所触动。就像孟子讲的那样，当人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入井里时，总会感到恐惧，心生不忍。有一次，齐宣王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，齐宣王便问道：“你要把牛牵到哪里去啊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要杀了这牛来祭祀啊。”齐宣王看到牛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心有不忍，于是出言制止道：“放掉他吧，我不忍心看着他发抖。”这就好像没有罪的人马上要进刑场一样。那人问道：“那是不是就不祭祀了呢？”齐宣王说：“这样的大事怎么能取消呢？你去找只羊来代替他吧。”这件事很快就在齐国传开了，很多人都因此嘲笑齐宣王是个吝啬鬼，连一只牛都舍不得。但孟子为齐宣王竖起了大拇指。孟子来到王宫，对齐宣王说：“您这是仁爱之道呀！您将牛换成羊，是因为您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。君子对于动物，看到它们活着，便不忍看到它们死去。您这正是君子所为呀！”在孟子看来，恻隐之心是仁爱之道的开端，而齐宣王正是凭借着这番仁爱成为一代霸主。因为有恻隐心，我们会主动去帮助别人；因为有恻隐心，我们不忍做出伤害别人的事。恻隐心能够引导一个人走上以善助人的道路。助人者，人必助之；善人者，人必善之。心怀恻隐，则福报自来。2、羞耻心。孟子提到的第2颗心叫羞耻心。孟子一向注重羞耻2字，他认为一个人若能知羞耻，就可以成就圣贤之道；如果不知羞耻，那便与禽兽无异。他在《尽心上》中也说：“知耻而为仁，知耻而后勇。”这句话的用意是要人知道，知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、值得夸耀的品质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只有先知耻，才能勇于改错；只有勇于改错，才能不断完善自己。如果不知羞耻，那终将陷入不自知的虚幻，最后害人害己。据说王阳明在江西剿匪的时候，曾给山贼讲过羞耻心。有一次，王阳明逮住了一个山贼头子，并且还是个读过书、听说过王阳明治良知学说的山贼头子。那山贼头子虽然被擒，却一脸不屑。他嗤笑王阳明说：“王大人，你说人人都有良知，我却不以为然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干我们这行的就已经没有良知了。”王阳明听后一言不发，立即让手下把这个山贼头子的衣服一件件脱掉。脱到还剩最后一条裤子时，山贼头子跪地哀求道：“大人，给我留条裤子吧，要不我可怎么见人啊？”王阳明笑道：“原来你还有羞耻心呐，这不正是良知吗？”山贼头子恍然大悟，从此决定洗心革面。清代李希欧曾在《要言圣稿》中说过：“贫莫贫于不闻道，贱莫贱于不知耻。”只有知耻之人，才敢于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。知耻并非是耻辱，无耻才是真正的耻辱。懂得以耻勉励自己的人，才是内心真正强大的人。3、辞让心。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。所谓辞让心，便是懂礼守礼，便是守规矩，知进退。
在辞与让之间，做人智慧尽显，君子之道自明。东汉时期有一个叫做寿阳博士的人，这个称呼的背后有一个著名的故事。东汉设立太学，广纳有学识的人入太学做博士，负责授课讲学。当时光武帝刘秀十分重视文治，因此对太学的博士十分看重。每逢腊月30，就特别下旨赐给每位博士一只羊。但人这么多，羊又各有肥瘦大小，这羊怎么分呢？这个问题难倒了这一群满腹经纶的博士。他们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，把羊都杀了再分羊肉。还有人说抓阄来分羊。其中有一个叫做甄宇的博士，听到大家的议论，他一言不发地走到羊群中，挑走了最小最瘦的一只羊。其他博士看到他的做法后，立刻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于是他们不再争论，在彼此谦让中把羊顺利地分完了。这件事情传开之后，大家都对甄宇的谦让有礼赞叹有加，他也因此获得了寿阳博士的美誉。辞让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智慧，你后退了，可能会丧失本能到手的3分利益，但得到的却是无法计量的真情厚谊。在昆明棋盘山的棋盘寺里有一副对联：世事如棋，让一着，不为亏我；心田四海，纳百川，方见容人。能谦和辞让的人，拥有海纳百川的度量；能谦和辞让的人，懂得吃亏是福。4. 是非心。孟子曾言：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明辨是非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智慧。是非不像黑白般分明，因此在是非对错面前，我们应该明目谨慎，理性分辨。有一次，孟子和齐宣王谈论如何识别人才的方法。齐宣王问孟子，该如何识别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呢？孟子说道：这就需要您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呀。齐宣王接着问道：那么怎样才能正确辨别是非呢？孟子回答道：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。您的左右近臣说这个人贤能，这个人不一定贤能；百官大臣说这个人贤能，这个人也不一定贤能。但全国百姓都说这个人贤能，那您就要多多留意了。孟子辨别是非、识别人才之道，在于明标准、懂方法。百姓都说好，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，观察核实之后，方才信之任之。其实是非曲直皆有标杆，找对标杆便能辨明对错。明辨是非之道，不可偏听，要广纳意见，不可只听，须以行审视。正如陆游所说：成败即知无定势，是非源自要徐观。要想明辨是非，便须多听多看多查，切不可妄下定论。如果说人生如水上行舟，那是非心便是指引方向的灯塔。小窗幽记有言：心为形役，尘世马牛。红尘杂事，心被物烦，如牛如马，总不得闲。这是大多数人的困境。唯有不断修炼心境，才能成为人格完整的自己。好，刚才说的是孟子，人有这4颗心，福气不请自来。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